大家好，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距离兰可儿事件已经过去8年了。这8年当中呢，一直不断有人在质疑警方给出的意外死亡这样的结论，并且呢，他们也在不断的追问和找寻兰可儿到底是怎么去世的，是被人谋杀、灵异事件，还是被人当做了生化武器？就在今年的2月份，也就是上个月 ，Netflix 推出了新的纪录片《犯罪现场：塞西尔酒店失踪事件》，就详细的对这位21岁女孩的离奇失踪进行了一次深度的解剖，同时呢，也给出了大家一个他们的结论：躁郁症。然而，对于这次给出来的真相呢，网上依旧是一片质疑。那今天呢，我再为大家回顾一下当初那起诡异的事件。当然了，这次有了 Netflix 纪录片的神助攻，那我给出的细节呢，也要比当年要多一些。这起案件呢，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塞西尔酒店。洛杉矶呢，是美国加州最大的城市，城市里面有很多街区被划分为贫民窟，而案发地塞西尔酒店坐落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它的旁边就有一个被称为贫民窟的街区。酒店周围的流浪汉非常多，贩毒猖獗，是地道的犯案高发地点。我们抛下地段不说，单说塞西尔酒店，它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个酒店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自杀和用药过量致死的事件，还有几位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曾经入住于此。这个酒店的一些楼层呢，是为像兰可儿这样的观光客准备的，但是更多楼层居住的是一些无家可归的长期住户。这些常住人员里面常常会混杂一些在逃犯。当时酒店的总经理 Amy Price 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这个酒店就像是一个王国一样，因为你根本就无法预料明天将会在这里发生什么样的恐怖事件。我们本案的女主角就于2013年的时候入住了这家死亡酒店。兰可儿呢是出生在1991年的4月30日，她是一名加拿大籍的香港人。在她来旅行的前一年，也就是2012年的时候，她考入了非常有名的大学英驻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心理学。她此次来洛杉矶的目的就是要独自旅行。对于这次旅行呢，兰可儿的父母起初是不同意的，但是拗不过女儿的一直请求，终于妥协，但是规定女儿每天都要打电话回家。兰可儿于1月28日入住了塞西尔酒店，预定4天。起初呢，兰可儿被安排在506，是一个双人间，与其他的房客同住。但是没过多久呢，这位房客就抱怨兰可儿的行为怪异，所以呢，他就被安排到了5层的一个单人间里面。兰可儿呢，按照规定，自旅游之日起就每天给他的父母打电话报平安，直到1月31号那天，父母并没有等到女儿的消息。直到第2天，也就是2月1号的时候，他们仍然联络不到女儿，于是这对父母就报了警。洛杉矶的警察署派出了大量的警察，而且呢还派出了空中军队和探照灯，但是按照规定只能搜查兰可儿的房间以及酒店的公共区域，其他住户的房间是不可以被搜查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警察们并没有发现兰可儿。警察还动用了警犬进行全楼搜索，警犬呢在4楼闻到了兰可儿的气味，但是气味在4层西侧逃生楼梯那里消失了。兰可儿的房间呢，当时是一片狼藉，但是贵重物品并没有丢失，而且呢也没有打斗的迹象。警察呢还向周围的人打听情况，住在兰可儿楼下的那家住户说，他记得在1月31号的时候，他隐约能听到兰可儿的房间传来了吵闹声和撞击声。在这个酒店旁边呢，有一家连锁书店，名字叫做 The Lost Bookstore。书店经理凯特向警察透露说，1月31号上午，兰可儿曾经来书店里面购买过书籍，而且他还清楚地听到兰可儿曾经自言自语说，这些书太重了，不适合随身携带。直到2月6日，警察依然是一无所获，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张贴和在网上发布了兰可儿的寻人启事。然而，直到2月13日，案件依然是没有任何的进展。于是警察就在网上发布了1月31日的时候，兰可儿在失踪之前在电梯里面的一段视频，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段看起来非常诡异的视频一经发到网上就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社会各界人士呢也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自己的猜测，很多民间高手民间神探都对这个视频进行蛛丝马迹的分析，甚至一些占卜者在网上挂出了他们对兰可儿事件的占卜结果。然而呢，虽然晚上的声音不断，但这并没有给案情带来多大的进展。又过了6天，也就是2月19号那天，酒店的房客有人投诉说房间里的水压过低，并且自来水呈现了一种暗黑的颜色，还有腐臭的味道。
于是呢，维修人员就去天台查看，而他们赫然发现了一具赤裸的女尸沉在了水箱的底部。维修人员呢马上就报了警。由于尸体呢是沉在水箱的底部，而这个水箱的口呢又比较小，所以警察只得先把水箱里的水给抽干，然后再用电锯把水箱的侧部给切开，才将尸体捞出。经过法医的确认，这正是失踪的蓝可儿。在水箱里面呢，警察们还发现了蓝可儿失踪当天所穿的衣服。验尸官立刻进行验尸工作。4个月之后，也就是2013年6月21日，洛杉矶警察署在网上发布了长达27页的验尸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呢，蓝可儿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刀伤、枪伤以及其他被击打过的痕迹，也没有遭受过性侵的迹象。法医没有在蓝可儿的身体里面找到任何毒品的残留物，但是却发现了治疗躁郁症的处方药残留物。报告死亡结果一项最初写的是无法确定，但很快被更改成了意外死亡。但是大众呢，对于警察给出的这一个结果不太买账，他们认为蓝可儿的死另有隐情。他们还发现呢，警察给出的那段视频的时间码被打上了马赛克，并且视频是被剪辑过的。另外，发现蓝可儿遗体的水箱高3米，宽1.37米，水箱四周光滑，一般人是无法爬到水箱上去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意外落到自己无法随便到达的地方呢？而且，记者采访的一位警察曾经这样说过，他们赶到的时候，水箱盖是关闭的。那蓝可儿如果是意外落入水箱之内，他为什么还要尽全力去关上水箱盖呢？于是呢，一大批网络侦探认为警察肯定是隐瞒了什么，并且纷纷给出了自己的推断。在当时呢，针对于蓝可儿的死亡，一共有4种推断。第一个推测，蓝可儿是被酒店工作人员谋杀的。蓝可儿生前有一位好友叫做阿曼达，他曾经收到过蓝可儿在洛杉矶为他发回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 "It's creeping me"，表示他正在害怕什么人。同时呢，他在1月26号的日志里面曾经写过，希望我晚上外出时不要有人跟踪我。有许多人认为呢，这证明蓝可儿发现了在他身边存在着对他不利的人。另外呢，发现蓝可儿的地方就是天台，它并不是一个随意出入的地方，没有钥匙的普通人员是根本无法进入那扇门的。如果你想要强制进入，就会触发报警器。然而在蓝可儿失踪这段时间，没有人听到过报警器的声音。同时呢，蓝可儿被发现的时间是2月19日。然而就在5天之前，也就是2月14日的时候，酒店曾经进行过水质检测，当时的检测结果是一切正常。如果这个检测结果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蓝可儿的遗体是在2月14号之后才进入水箱的。那么从她失踪的1月31日至2月14日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她在哪里呢？是不是有人把她提前杀害了，又在水质检测完之后的日子里面把她放到水箱里面？如果是这样，那么杀害她的人一定是拥有天台钥匙，同时又明确知道酒店水质检测时间的那个人。第二个推断，这是一起灵异事件。有人发现呢，蓝可儿事件同2012年在日本上映的恐怖片《Dark Water》有很多惊人的巧合。Dark Water 这个影片的主角呢是一对母女，他们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内发生了一系列的灵异事件。后来呢，他们在这个公寓的顶层的水箱里面发现了一位溺死的女孩，而他们之前发生的这一系列的灵异事件都与这个女孩的灵魂有关系。不仅死亡的方式相似，网友们还认为 Dark Water 这个标题就与酒店里面暗黑色的自来水形成了巧合。另外呢，日本版的 Dark Water 上映之后大获全胜，在2005年的时候又拍摄了美国版的 Dark Water， 而美国版的 Dark Water 里面的小女孩女主啊，她的名字就叫做塞西尔，与蓝可儿遇害的酒店是同名的。另外，这个小女孩身上的衣服也与蓝可儿失踪当天穿的衣服非常相似。另外呢，在这个影片里面还有一段小女孩被困在电梯里面的电梯视频，这一段视频也同蓝可儿的电梯视频，不管是拍摄角度还是人物动作，也是惊人的相似。由于这个案件的灵异，还有蓝可儿那段视频的诡异，以及这么多灵异的巧合，导致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探灵者来到塞西尔大酒店进行探灵。其中呢，就包括 YouTube 网络红人我的闹鬼日记节目的创办人 James 说呢，他曾经在离蓝可儿房间非常近的一个房间里面，用探灵仪器尝试着与蓝可儿进行对话。在探测过程中呢，他听到了很多不明的信号，还有一个很微弱的女孩的声音 Save me。
第3个推断，兰可儿被死亡摇滚乐莫比德杀害。因为莫比德呢，恰好是在兰可儿入住塞西尔大酒店之前，也就是12年的12月份，曾经在塞西尔酒店住宿过，并且在13年的1月28号，也就是兰可儿死亡的前3天，曾经在 YouTube 上发布过一个视频，而这个视频的主题正好就是女孩的死亡。有一位叫做弗兰·艾哈迈德的网友也曾经发过一个短视频，说过莫比德曾经向他承认过是他杀害了兰可儿，但是呢，随着事件的升温，这个视频很快就被删掉了。莫比德本人所在的黑金属乐队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就在塞西尔大酒店拍摄过一个音乐视频，而这段音乐视频呢，就包含了中国和女孩死亡的元素。但是兰可儿事件没过多久呢，莫比德就把这个视频删除了。很多网友认为他这一举动就是做贼心虚，网友们一时群起激愤，对莫比德在网络上进行群攻，还对他发出了死亡威胁。莫比德的生活在这段时间变得一塌糊涂，莫比德的社交媒体网站呢也遭到了关闭。网络暴力无疑呢给莫比德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过：我那个时候完全崩溃了，一度想过要自杀。第4个推论，兰可儿是生化武器。兰可儿住在塞西尔酒店的时候呢，塞西尔酒店附近的那个贫民窟街区爆发了肺结核病，甚至酒店附近的很多流浪汉都感染了肺结核。对肺结核病的一项医学测试项目的名字叫做 Lam Elisa， 而这正是兰可儿护照上的英文名字。由此呢，很多网友推断说，兰可儿可能就是一些组织，甚至就是政府本府派出的一个生化武器，其目的就是通过它让贫民窟的人们感染肺结核病，从而减少洛杉矶的贫困人口数量。今年2月份呢 ，Netflix 团队推出了新的纪录片《犯罪现场：塞西尔酒店的失踪事件》。节目团队呢，尽可能多地采访到了兰可儿事件的相关人员，而且呢，还找到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最后，这个剧组给出的结论是，杀害兰可儿的凶手是躁郁症。经过调查和兰可儿父母确认呢，兰可儿在生前确实患有双向情感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躁郁症。通过他在他常用的社交媒体网站 Tumblr 上的发文，我们也不难看出他确实符合躁郁症患者的状态。前几天还非常的亢奋兴奋，以至于冲动，接下来的几天呢又非常的抑郁，极度悲观，这样的情绪呢反复交替，严重的时候在1个小时之内就能交替好几次。躁郁症会损害患者的认知能力，甚至产生幻觉和妄想。经过调查呢，医生嘱托当时的兰可儿每天要定时服用4种治疗躁郁症的处方药。这足以证明兰可儿的躁郁症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然而呢，在警方之前给出的27页尸检报告中的3A 第1页中显示，在他体内所残存的药品中至少少了3种药物，其中呢只有1种药物有被水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兰可儿失踪当天，他至少少服用了2种处方药。而且呢，警察根据兰可儿药瓶里药片数量的推断，在旅行期间，兰可儿实际服用药品的剂量要远远低于她应该服用药品的剂量。警察们呢还查看了兰可儿在生前发布的日志，其中一篇是这样写的：我讨厌每天吃4种以上的药物，我是和正常人一样的，我可以独自旅行。由于他擅自停药，就导致了他躁郁症的加重。这也导致了他产生了很多的幻觉和妄想。有很多人呢都看到过兰可儿的发疯行为，比如说他在506的时候，他的室友曾经投诉过，兰可儿曾经给过他一张纸条，让他滚回家去。而且呢，当他从外面回到房间的时候，兰可儿堵住门不让他进入。酒店的经理 Amy Price 也曾经说过，他亲眼看到过兰可儿在酒店大堂里面张开双臂大喊：我疯了！但是洛杉矶也疯了。根据兰可儿的日志推断呢，兰可儿在失踪前后正处于抑郁阶段，她努力的想要寻找生活的意义，而这次旅行呢，也是她想向世人证明她是一个正常人，她可以照顾好自己。有一家叫做肢体语言与情感情报分析的网站，这是一家专业的帮助媒体、政府和商业机构来分析视频中人物的肢体语言以及微表情所传达信息的一家网站。这个网站呢，针对兰可儿的诡异的行为，对电梯视频进行了逐帧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导致兰可儿产生一系列诡异行为的主要原因是她自身的健康问题。
这个呢也和警署给出的躁郁症的说法不谋而合。当然了，虽然说 Netflix 给出这一结论的解释要比当年警署给出的那个尸检报告的解释要详细的多，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网友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他们依然相信蓝可儿是被人谋杀，或者是卷入了灵异事件当中。那正在看我节目的你们，如果你们现在头脑一片混乱，完全不知道要听什么说法，想要听听别人的看法的话，那我在这里斗胆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观点。事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相信鬼神，相信平行世界、外星人、宇宙能量这些超自然的元素。同时呢，我也不是相信世界一片光明的美好主义者，但是我对我能找到资料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对视频呢也进行了逐帧分析。最终我的结论是，我会相信警方给出的最终结果，意外死亡，是躁郁症带领蓝可儿走向了死亡。说到这儿呢，肯定很多网友说，那你之前说到那些疑点就没有办法解释了，那水箱那么高，它是怎么爬上去的？盖子又是怎么盖上去的呢？天台它是怎么进入的？警察为什么要编辑视频呢？而且那个探灵者他不是听到了蓝可儿的声音吗？那所有的这些解疑大惑，我会在下一期节目为大家一一解开。如果你感兴趣呢，请一定收看我的下一期节目，是谁杀害了蓝可儿？解密定论篇。